快下车！快走！快走！出车！记住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车是你开的。快走！快走！我闯什么祸？比如说，证据被推翻，证人翻供，甚至证人不到庭。证人还有可能不到庭？是的，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案例。比如说，现场处罚的警察在庭审当天没有出庭，那就意味着关键证人证据缺失，法官会立刻宣布自动撤销对嫌疑人的起诉。康律师，麻烦你帮我一个小忙，关于那个公路巡警。这个我想到了，这个是他的个人资料。为了保险起见，我只准备了纸质文件。考虑也周到，举手之劳。好，拜托你抓紧时间保释。有开庭时间了，马上通知我。您放心。啊，还有，今后咱们还会见面，当着2个孩子的面。我不认识你。姐，我来了，我来看你怎么样了。我倒是挺关心你怎么样了。我昨天晚上就住你隔壁。咱俩从小到大也是没住这么近过。你倒是好好给我说说，你怎么悄没声就把你这婚姻大事给办了？哎，就像你看的那样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哎，你说谁是刀俎呢？陈然，你到现在对自己都不诚实吗？没有人强迫你和我结婚，就算是你没有欢呼雀跃，至少也是和我一拍即合吧。本着平等协商、公平交易、合作愉快的原则，这话不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吗？什么公平交易啊？哎，姐，你听到了吧？我确定你听到了。对，这就是一个商业谈判，一桩买卖，根本不是真正的、真实的婚姻。什么是真正真实的婚姻啊？在旧金山市政府注册算不算真实？美国法律承认算不算真正？你们2个这到底是结婚还是买卖呀？买卖。我听谁的？其实他说的也没错，结合起来就是买卖婚姻。他付15万美金，马永和他结婚。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全家办投资移民出点问题，他又想尽快拿到绿卡，就想到和我结婚。那这样呢，他就能以配偶的身份拿到绿卡，所以我们就一手钱一手婚，就是商婚嘛。陈然，你怎么能接受别人花钱跟你结婚呢？因为老子缺钱。陈然，你会缺钱吗？哎呦，姐，你不知道，咱爸对我实施了经济管控，整整1年。哎，你说我一个富二代高富帅，跟人说我穷都没人信，所以我这商婚，一个是被他给逼的，还一个被咱爸给逼的。爸。对，就是他，还能有谁呀？爸，你怎么来了？谁爸？你爸。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喂，哎呦头疼，疼！哎呦！ Your eyes have recovered very well. You can b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now. Come on, Doc. I can't be discharged. Everything is spinning around here in front of me. I feel very dizzy. I hope my body doesn't have an internal injuries. Or let me stay in hospital for another few days. Or let me have a MRI and check me through it. I'm 100% sure it's not necessary. You only have minor cuts and bruises. Come on, Doc. Double check. Please. You're gonna be all right. 哎呦，好吧，马上给他办出院手续。哎呦，爸，我真下不了床了，浑身难受，躺还发软，真下不去。哎呦，你自己起来。
还是让我拉你起来？哎呦，起来！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好嘞，爸，我正想找时间和你好好聊聊呢。哎呦，头疼，哎呦，哎呦，哎呦。家门钥匙都给别人了。爸，您家不就是我家吗？诚然，哎呦，不行，站起来头有点晕了。先生回来了。啊，马姐，回来了，你忙你的吧。好嘞。诚然，你去哪儿？我上楼躺会儿去。要躺到这儿躺着来。爸，咱能改天聊吗？何必为难一病人呢？你比我窜的还快，你还病人？过来。哎爸，我怎么开着耳鸣了？刚才您说什么？你再跟我装疯卖傻，我揍你！听见了吗？过来！爸，你想喝什么？别叫我爸。叔，你今天我爸带来的国内极品好茶，我给你沏上。谢谢你，这是我们家，用不着你张罗。给我坐下。哎，我有事问你们俩。你叫金露，你叫我卢卡就行。叫他绿卡，绿卡好记。叔叔，估计你想看我们结婚证，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这什么结婚证啊？连张照片都没有。美国结婚证就长这样，上面有我的名字、陈然的名字和市政府章。这也太不严肃了吧？怎么看像假的呀？这是真的，我俩是被美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婚姻。你们俩怎么认识？是谁提出来要上婚的？去年10月份，朋友介绍在一个 party 上认识，上婚是我主动提的，但我俩一拍即合，谁也没强迫谁。金小姐，这个移民的渠道有很多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商婚啊？本来我父母在办投资移民，可是遇到点问题，一时半会儿下不来。技术移民我压根儿没戏，只有结婚移民操作起来才最快捷。可我问了一下，15万美金是市场价格的好几倍，你为什么愿意接受？我愿意给他这么多钱啊！说实话，叔叔，其实我根本不急拿绿卡，我家早在这儿买房子了。我每年拿旅游签证过来住几个月，吃吃玩玩买买，我想在这边就在这边，想回去就回去，自由得很。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移民绿卡，要不是因为遇到成人，
闪婚这么 low 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你一见我就图谋不轨是吧？爸，你听见了吧？我这儿被人算计了。我是算计你了，但是你可以拒绝呀。你不但没有，还积极配合我呢。我听明白了，你的目的不是绿卡，是成人。是的，叔，我就是因为看上他了。我结婚就是因为爱情。成人，你们俩结婚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买卖？爱情，既是买卖也是爱情，两者不矛盾。怎么不矛盾？既然是买卖，你就别往里头掺和爱情。爸，他这是在误导你啊！按照美国的法律，他多长时间能拿到绿卡2个月后移民局面试，面试通过后，我很快就能拿到绿卡。哦，那就是说2个月以后你们就可以离婚了。不可以，为什么？面试通过后，我拿的只是条件绿卡，移民局规定了，如果2年内离婚，我的绿卡会被取消，结婚必须满2年，我才能换得10年有效永久绿卡。成然，美国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吗？是，2年不能离婚，这买卖你也敢做？反正对我也没影响。2年之内我又不可能真跟谁结婚。还说没影响？你才多大呀，傻小子！离了婚你就是2婚了。不会的，叔，您放心，我保证2年到期，我绝对不会诚然离婚。哎，必须离啊！咱俩婚前陪字写的清清楚楚。我跟你说，你要不离啊，我到移民局告你去，我让你的绿卡作废。我才不在乎绿卡作不作废，你告我也不离。你这是讹诈，你知道吗？诚然，瞧你干这荒唐事儿，你丢不丢人啊？啊，卖婚挣钱，你真那么缺钱？我缺呀。缺什么缺？我不给你生活费啊！哎，爸，你经济制裁我整整1年了，您知道我这1年过得人不如鬼，生不如死吗？1个月1万美金的生活费，你过得生不如死。1万美金，那比以前相差也太远了吧？原来，你还好意思提原来？哦，对了，你了解他的以前吗？啊，你就敢嫁给他？你说说，你以前做那些破事？我高中？对啊，我高中自给自足，经商投资，怎么了？你那叫什么经商投资啊？啊，你投的什么？啊，不就大麻吗？你还卖过大麻？卖就 low 了，我是投资。我有一个墨西哥同学在学校卖大麻，特别畅销，我就给他投资，他赚了钱之后高息还我。那你这算高息借贷啊？爸，你听见没有？明白人一听就明白，我这是正当的商业借贷。明白个屁！如果我还像原来那么给你钱，过不了2年，你就成了美国通缉的大毒枭了。叔叔，这一点我是绝对站在你这一边的。我太谢谢你不给他钱花了。你吵死了！人家在睡觉哎。对不起，对不起。做清洁至于搞出这么大声吗？你太夸张了。其实你可以随便弄一下就好，反正每周会有工人来，彻底打扫一次。没办法随便，一弄就这样了。
萧青，你搞什么呀？你是不是动我东西了？我刚看你这儿有点乱，我就帮你一块收拾了一下。我的发带呢？这儿呢。隐形眼镜药水呢？这是你的化妆品？珀莱雅，我从国内带来的。大陆品牌，好用吗？这个海洋系列挺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看起来效果好像还不错。哇，好干净，水龙头锃亮。少卿，你太厉害了，这才想有扭充住法啫。你而家咩意思啊？係咪想撩交嗌啊？即係嫌我同埋 Monica 打掃得唔夠佢乾淨，淨得佢係女仔啦？你誤會咗啦，我嘅意思係，佢咁樣嘅女仔而家好少見。佢呢啲係潔癖啊，強迫症啊，會令到人哋造成好大壓力㗎，你知唔知啊？你以後不要隨便動我東西，我放東西是有秩序、有佈局的，每一樣都放在我最順手的位置，不要把你的秩序強加給我，我沒有拜託你幫我整理 ，OK？ 对不起啊，我以后不会动你的東西了。謝謝。我東西歡迎你整理，不介意。哎，今天不是周日啊，怎么会有清洁工呢？是我们自己的清洁工。校庆值日弄了一个早上，吵得我觉都没睡好。哇，真没想到，很有潜力啊！什么潜力啊？做清洁工的潜力喽。哎，我想请问一下，在这儿附近有没有什么大的超市呀？最好是那种东西全，然后价钱又便宜的。性价比高，对吗？我会被你们经常去的那一间就不错，反正对我而言性价比就刚刚好，只是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离这儿远吗？坐公交车，5路站，这边没有很近的大超市，去哪一个都有大车。正好，今天下午我们也要去，你要不要搭我们车？可以带我吗？能啊，不过呢，你要 share 油钱。share 多少？公交车单程3块，来回6块。如果你打 Uber， 大概要10几块。搭我们车呢，比公交车可快多了，而且又舒服，还不像你打车那么贵。折中一下，收你10美金，怎么样？很公平吧？ Catherine 呢很有商业头脑，任何事情都能变成交易，而且是公平交易。如果我让你免费搭车，你会觉得自己在仇人。超市这种地方你常常要去啊，难道你气仇人吗？就算别人愿意，你也会有心理负担吧？你看，完全是在为你着想。还有，如果你想要每次搭我们车呢，不如一次性多交点钱，办张月卡或季卡，省得回缴零钱嘛。搭车还能办卡呢。哇哦，这个创意真的很新，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我替你算一下啊，你1周要去1次 supermarket， 1个月大概4到5次，1季度15次。办月卡我算你9块，季卡8块。年卡可以更便宜，每次6块，跟公交车一个价，超划算。年卡还是算了，万一萧青中途搬走或者买车，我还要退钱给他，很麻烦的。哎，所以萧青，你办什么卡啊？你是办月卡还是季卡？我看还是先算了吧。海瑟琳，等一下，麻烦你把那个超市的地址写给我，我自己坐风车去就好了。好，随便你了。伤口还疼吗？还行，不疼了。刚才医生来查房，我要求明天出院了。那么着急出院干嘛？
多住2天，等伤口好了再出院。担心舒澈？我自己心里有数，您就别操心了。你说我这俩孩子啊，一个呀是让我别操心，一个是让我操碎了心。坐。昨天和陈然还有那小丫头聊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本来啊想快刀斩乱麻，没想到碰上一滚刀。哼，这次这麻烦啊不大好办。你说你这个弟弟啊，从小到大换着花样的做，从国内做到国外。哎，以前那些事儿啊，咱们都能帮他解决，直到昨天，我碰到这小胖丫头，难解决了，人家看上那弟弟。我倒觉得这姑娘她反正不是图钱，她要图钱就好办了。这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麻烦，那才是大麻烦。这诚然小时候，我真不应该死乞白赖跟你妈要她的抚养权，就把她跟你都放在你妈那儿。现在她如果有你1半好，你说我得省多大心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您放弃了我的抚养权？爸爸又说错话了啊！别生气。哎，真让诚然说着了，对于你和他，我都不是一个好爸爸，失败的爸爸。那您这次来，不会是专程为了我俩吧？啊，我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公事儿。我这么说，你可别生气啊。我生什么气呀？你这么说才正常啊。这明显你就在生气啊！哎，说起实话，有时候面对你们俩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当这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交流。反正我习惯了。哎，你妈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哟，这登山去啊？怎么哪儿都得遇到你啊？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就叫做缘分。怎么着？我送你一段？还是算了吧，一会儿你媳妇儿又跟过来了，又得挨揍。放心吧，她这次肯定不会过来。你确定吗？我可不想招惹她。100%确定。走。那我不跟你客气啊。哎，你媳妇儿那天不是喷了你眼睛吗？你怎么额头差点受伤了？又被你媳妇儿给揍了。是，自己撞门上了。得了吧你，你这一看就是被媳妇儿揍的。哎，人家都说打人不打脸，你媳妇儿怎么老爱往你脸上打呀？你能别一口一个我媳妇儿的吗？她本来就是个假的赝品。太太还分真品和赝品呢。走，上车跟你说。谢了。听明白了吧？我现在是假已婚人士，2年之后恢复为真未婚单身。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已婚单身？哎，对，就是这意思。我们呀，婚前合约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只要不影响到他拿绿卡，我们双方都享有和别人恋爱的自由。你们这种商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且你媳妇儿她……哎。你媳妇儿，你叫她绿卡就行啊。
我看绿卡一点都没有想要跟你恋爱自由的意思。我要的恋爱自由不用他给，我爱跟谁好跟谁好。我可不这么认为。哎，你觉得咱俩第2次见面你就跟我谈论我的恋爱自由合适吗？那你觉得咱俩第1次见面就让你媳妇儿误认为我是小三儿，你觉得合适吗？你呢？哎，我帮你拿。不用了，我自己拿就行了。我室友他们都在呢，你就别进去了。怕什么？你是想遮掩不可告人的我，还是不可告人的舍友？我是怕你们两边歪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啊，改天请你们吃饭做的闸蟹。好，那我等你友谊的小酒。为了不显得多余，我先告辞了。康律师，谢谢你。不客气，祝你好运。不客气，再见。你身体恢复好了吗？我为了来这儿，想在今天之前就好了。关于这一面，我想过10000种方案，但是绝对想不到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敢确定，你想的这10000种都没有这一种让我激动。谢谢你帮我交保释金，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债主，我保证不会让你损失1美分。好，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1秒钟都不许离开。但是有一个坏消息，我爸也来美国了，他要见你。我的事儿，他也知道了。你这次逃不了回家跟我见家长了。哎呀，没有比现在见家长更糟的时刻了。你好，舒澈。程叔你好，初次见面。哎，咱可不是初次见面。我们之前见过吗？您什么时候见过他？我怎么不知道？你初2暑假，你妈把你送到我这住几天。那天是你们同学组织郊游吧？我早上起来晨练回来，就看见一小男孩围着咱家别墅转来转去，看见我，嗖一下就跳到隔壁邻居新挖那个树坑里了，身手那叫一个敏捷啊！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你？我当时还以为你没看见呢。你当时躲在那树坑里不出来，我只能装作没看见你啊。来坐。坐，部长，谢谢。来了。嗯。赶紧喝水。谢谢。来，你呢？舒澈，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打算？我和律师讨论过类似的案例，现在能够主动争取的，一是尽量在开庭之前到车管局去申请恢复驾照；二呢是努力的向法官说明当时超速的原因是因为着急去医院，争取最大程度的谅解。其他的就只能看运气了。对于判决的结果，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真的是要服刑的话，我准备向学校请假，暂时休学。就是说，你准备接受处罚？谁让我确实是做错了呢？
舒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做一些努力？也可能你还有没有想到的。叔叔，您指的是什么？我直觉上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毕竟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你征求你父母的意见没有啊？我没告诉我爸妈，也严禁律师向他们报信。为什么？我是成年人了，我不需要他们还在事事为我操心。舒澈，你这种对家里报喜不报忧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不过父母的社会经验总比你们丰富得多，也许有些事情，父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的。从出国那天起，我就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了解。讲。舒澈今天一过保释就到我家来了。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情绪正常，在里面关了几天，一句牢骚抱怨都没有。关于庭审，你跟他谈了吗？他什么态度？果然如你所料，我一提到你，他就特别的抵触，坚决不让父母知情。从国内那次车祸以后啊，他就一直跟我拧着劲儿，给他找的房子不住，给他联系的实习机会拒绝。总之，只要是我安排的，他一概不接受，就跟我不是在帮他要害他一样，完全不知好歹。他跟我说，对判决结果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不排除短期入狱服刑的可能啊。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但不能入狱，连案底都不能留下。当然，这是咱们的目的。但是今天我跟他接触以后，我决定暗中操作，不能让他知道太多。到了不得不需要他配合的时候，我让康律师出面跟他谈。怎么操作有思路了吗？那个公路巡检和搭车女孩的证人证词非常的关键，两边的情况都在摸底，应该可以找到突破口的。必须稳妥，一丝风都不能跟他透，不能让他发现我知情，否则你怎么帮他，他都会拒绝。明白。我也决定隐身了，让他觉得只有律师一个人在做工作。可以，拜托。客气，我会随时跟你通报进展情况。
members of Banner community, welcome to you all. I am DJ Mike. Today is a sunny day. Brand new song from a band for everyone. Hopefully everyone has a good start at the new semester. Hello, I'm looking for a part-time job on campus. Do you have any openings? Sorry, we don't have. You can check in another cafeteria. Okay, thank you. Hi. 妙莹呢？他在办商学院的入学手续，法学院办完了吗？问完了。你要打校内工啊？这里没位置了。我打算去餐厅和图书馆看一眼。你 F1签证吗？对。F1签证打工需要 SSN， 你有吗？什么是 SSN？SSN 是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只有了社会安全号，打工才是合法的，这是基本常识。你都不做功课了吗？我也是这几天才有了打工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做具体的了解。学校网站上可以申请 SSN， 等你申请到了之后，等职位有空缺，学校会分配你去工作。谢谢你的指点。哦，对了，工作岗位需要排队，你尽早申请。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天我心里一直觉得有点不安。你没做错什么，没必要不安。拜。舒澈，我很高兴一到美国就认识了你和妙莹。一个公路巡警，给他10万美金，他居然会不动心。公务员受贿在美国是重罪，可能他怕一旦被发现，不仅开除，丢了警职，还会被定罪入狱。说服不了这个巡警，那一切都是改变不了了。你确信中间人没有向这位公路巡警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吗？我100%确认，200%确认。这点事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根本都没和中间人见面，走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路线，拐了好几道弯。对方无论如何也捋不到咱们这边啊。进来。程总，康律师到了，请他进来。好。康律师，程总，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应该的，请坐。好。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突破性进展。我律所有一位调查员，他在旧金山各个警察局都有一些人脉关系。昨天晚上，他和处罚舒澈的那位公路巡警的女同事约会的时候，这位女同事说，那个公路巡警亲口对他们讲过，他的中文水平并没有那么厉害。如果不是萧青提供证词证明舒澈提出顶包的话，他并不确定自己在现场完全听懂了两人的中文对话。这个女警我们可以搞定，有可能说服她作为我们这一方的证人出庭。不要可能，要必须。康律师，
这份认证拜托你落实，弗兰克会提供一切的援助。我尽力而为。还有一个可以左右法官判决的关键点，就是萧青。萧小姐，萧小姐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妙银父亲的助理王若楠。我今天专程而来，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好。我来是想和你谈谈书彻的庭审。有进展了吗？律师正在制定辩护策略，做各种因素准备，也出现了一些对书彻极为有利的证据。那太好了。看得出来，萧小姐也不希望看到书彻会有不良的判罚。当然，毕竟他也是情有可原的。萧小姐这么想，那太好了。我来就是恳求你帮这个忙。我能帮什么忙？你是这场庭审的关键点。如果你答应帮这个忙，书彻的起诉就会被撤销。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在法庭上否认书彻向你提出过顶报。你是要让我翻供？或者说，换个说法，我也替你想好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你只要说，被带到警局单独询问时，并没有听懂警察问你的问题。我这么说真的可以帮书彻撤销起诉吗？不还有那个公路巡警的证词吗？律师有了巡警亲口承认，在现场并没有完全听懂你和书彻谈话内容的证据。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也否认，书彻一定会没事。我想知道是谁让你来找我的？不是书彻，也不是妙莹。你放心，我来找你，他们谁也不知道，也不会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极为保密。看得出来，萧小姐有些犹豫，但是我肯定，萧小姐肯定不希望看到书彻会有不良的判罚。另外，关于答谢，我开门见山，一旦你答应帮这个忙，3年的学费不需要你自己付了，给我一个账号，每年我定期转账进来。我大概估算了一下，3年的学费大概15万美金，我没说错吧？这样，萧小姐，你消化一下，慎重考虑，慎重决定。这个是我的名片，请你在明晚8点前给我个电话，告诉我你的决定。后面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明晚8点，等你的好消息。再见。15万。What are you doing? Look at my line. It's so uneven. It's like the 3rd time you've messed it up.
I'm so sorry. I'm sorry. My girlfriend is breaking up with me. I need to respond to her text messages. You know, girls. Yeah, I know girls. You know what?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s. Unfortunately, I'm gonna have to fire you. So, here is your money. Good luck with your girlfriend. 你把那工人给解雇了？不然呢？你看草给我剪成什么样了？那岂不是还得重新雇人？是啊，我自己又不会剪。啊，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工作时薪多少钱呀？1个小时15美金。那不如就雇我呗，我反正要比外雇的便宜，我1个小时10美金就够了。你会剪草吗？ 当然了，这些东西啊，我在学校义务劳动的时候全都做过。不过呢，我只能给你弄这些没有修剪过的，那些修剪坏的只能让它自己长出来了。你真的会吗？试给你看。错吗？怎么样？面试可以通过吗？没问题。肖青，以后这个工作就归你了。 哎，你还有其他什么要雇人的，你都可以找我啊。你不会什么都会吧？家里水管坏了，你会修吗？没问题，我家水管堵住都是我自己疏通的，只要啊不到那些需要用到水管疏通机的程度就行。电路维修呢？可以啊，我接个保险丝啊，换个电池，这些都难不倒。你还会干嘛？我还会组装家具，比方说衣橱啊、书柜啊、床架子啊什么的。 房顶坏了，你能修吗？那还真不会，不过我可以学。哎，小晴，我觉得你真的不像大陆过来的学生，不像他们一个个都是土豪公主少爷。这样吧，今天的工钱给你。谢老板。 他不接，还关机了。爸，你找我啊？坐。好。一直不想让你知道的，可现在有件事儿，必须得你去做。要我做什么？去找肖青，让他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帮什么忙？请他在法庭上否认舒澈提出过顶包。是这样，现在舒澈的事情呢有了一些变化，康律师找到了能够推翻那个公路巡警说法的证人证据。如果你能够说服肖青的话，舒澈就能够被撤销起诉。
么在这儿啊？我就是专程来找你的。所以在我开口之前，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在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人找过你了？想必也开出了比较诱惑的条件，但是都被你拒绝了。都被你猜到了。这就是我爸的处事风格，闷声不响，搞定一切。这次是被你拒绝了，他实在没辙，只好让我出马打友情牌。我爸，他一直在做我的保护伞，他用他的处事哲学和人脉为我解决麻烦铺平道路。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心存感激，还是感到不适。而更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给予这样的保护和帮助。可是你和舒澈不是那样。我和舒澈比，我既没有他的勇气，也没有他的执拗。好，我答应你。这就答应了？我还没开口求你呢。从小到大，我最害怕两件事儿：求别人和别人求我。两件感觉都太糟糕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要努力有一个只求自己的人生。谢谢你。请进。你怎么也在？康医生一起来的。来，坐。请坐。地方法院下达了开庭时间，就在3天后的星期5。今天请2位过来，是为了讨论一下庭审情况。之前我律所的调查员走访接触到了处罚舒澈那位巡警的女同事，听她亲口证实，他们警界同事在私下聚会的时候，都对那位巡警的中文水平表示佩服。但是，他当众承认，其实，在当天现场，他并不确定自己听懂了舒澈和萧青的中文对话，只是猜了个大概。后来回到警局拿到萧青的证词之后，他才确定自己听力无误。那这些信息能说明什么？说明警察可能会犯错，误解了你讲话的内容。我已经拿到了这位女警的书面承诺书，保证她3天之后会出庭，提供他们私下谈话的内容作为证词。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质疑警方的证人证词，否认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可是他们那儿还有萧青的证词啊。廖小姐刚和萧青见了个面，让她来告诉你他们沟通的情况吧。我去找萧青谈过了。你跟他谈什么？他表示他会在出庭的时候否认你向他提出过顶包的请求。他已经向警察提交过证词了。前后证词不统一的情况经常发生，也很容易解释。萧小姐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好，现场又没有翻译，所以她并没有听懂警察的问题，给了警察错误的答案。他真的会这么做？
舒澈，我为你制定的策略是无罪辩护。我只需要你做一件事，就是在法庭上否认所有指控。我们将以你7月和8月因为回国而不在美国为由，证明你没有及时接到交通违章处罚的信件，对于驾照被吊销毫不知情，所以无照驾驶并非出于主观故意。我估计你被指控的4项罪名当中，只有超速会被法官认定，最终判你一个轻罪，避免入狱服刑。这也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判决结果了。就是说，我要在法庭上撒谎。我只是建议你不认罪而已。你去找萧晴，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我？我告诉了你，你能让我去吗？他没有错啊，他为什么突然答应返工啊？他坚持个人原则，不代表人家不近人情呀。小青其实跟大家都一样，不希望你的未来因为法庭判决受到任何影响。你向他许诺过什么吗？比如说开出某种交换条件？没有啊，我为什么要向他许诺？真的吗？我发誓。妙言，从事发到我被带回警局，满脑子想的都是否认和逃避。可是，在候审监狱那几天，我突然心里就平静下来了。我不想再为地来挣扎，犯下的错，就算你可以把它从现实当中抹去，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从心里抹去。你会发现，它总是挡在你的前面，你永远都跨不过它。可是有很多人，康律师，包括你，都在瞒着我，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舒澈，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6年前，我爸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舒澈，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下车！快走！快走！出车！记住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车是你开的。快走！快走！我闯的祸，难道要小陈叔叔替我顶包吗？不然怎么？承认肇事者不是舒市长的司机，而是他儿子。让交警大队查到他儿子还在学车，并没有拿到驾照，这样你就是无照驾驶，致人重伤，现场逃逸，并唆使他人顶包。你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 犯的是交通肇事罪，
处以1年到3年的刑期。再往后，你入狱服刑，留下案底，让美国大使馆拒签，奥菲尔成了一张废纸，留学美国化为泡影。请问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承受？能吗？不能，是吧？那就听我安排。那如果小陈叔叔听我的话，他会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以普通交通肇事处理，小陈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不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更不会进监狱。那就算不坐牢，这也不是他应该承受的惩罚。但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会给他额外奖励。我想知道那个女孩，她怎么样？情况应该说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会尽力救治，包括支付她救治的费用，以及她父母提出的一切经济需求。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家出的，我们不会推卸责任的，我们赔偿一步到位，让对方满意。我想知道她伤到什么程度了。他伤到什么程度，于你来说毫无意义。这是一场意外，从现在开始，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做的就是考下驾照，拿到 F1学生签证，然后去美国留学。那我就是要当做我没有撞过人，没有犯过错一样的。舒澈啊，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常人犯错损失的是自由和钱，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常人，你损失的不光是自由和钱，还有常人没有的东西，知道是什么吗？名望。自由和钱受损，毁不了人的一生。但是如果名望受损，很有可能就会输掉整个人生。所以人生最输不起的是什么？名望。在不损害受害人的利益的前提下，让把自己的名望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一种必要。舒澈，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喂，哎喂，我舒澈，有个事儿想跟你当面聊一聊，有空吗？可是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那你方便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吗？哦，那行，我发信息给你。行，谢谢。拜拜。肖小姐，
抱歉又来打扰，今天我是来致谢的。谢我什么？谢谢你答应妙云的事儿。我答应是因为他来找我，不是因为你。了解，因此我更加的欣赏，也更尊重肖小姐。这次我来，我是受人之托，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但这次我来，舒澈妙莹依然不知情。另外，我还有一句话转告给你：上次见面答应过你的一切，这次依然有效。再见。喂，小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跟你见一个面。你能事先给我透露一下是什么事儿吗？我想把上午你交给我的东西还给你。为什么呀？你不是想反悔收回答应的事儿吧？不是，我只是想把东西还给你。既然没有反悔，为什么要还呢？因为我是出于人情，而不是因为这个。既然你都出于人情答应了，也拜托你出于人情世故体谅一下我的工作。如果你坚持归还，一旦后面发生什么变故，最后一定会归咎于我办事不力。你确定没有反悔吗？没有，但我不能接受这个。就算一定要还，也请你不要现在还，能不能等庭审宣判后？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我今天必须得还给你。要不这样吧，你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去找你也可以。肖小姐，我这几天都特别的忙，跟着程总参加商业谈判，不会固定待在一个地方，所以抱歉了，我们过几天联系，拜拜。喂。
你好，请问汪若楠在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抱歉，他们1个小时前已经离开了。1个小时？你方便告诉我他在哪儿吗？因为他需要一份重要的文件，如果你告诉我地址，我可以马上送过去。他陪程总在彭强商务会所招待客户。您好，小姐，请问您有定位吗？我朋友已经到了，麻烦您帮我查一下伟业集团汪先生定位。好，我请人带您过去。谢谢。不客气。不知道中国菜你们吃的习惯吃不习惯啊？来尝尝尝尝。喝酒喝酒喝酒。来，吃。哦，真是服了你了，这儿也能追过来。也就几秒钟的事儿，你非得逼着我跑遍大半个旧金山。你这姑娘真够轴的，你该不会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我们阳奉阴违，到时候在法庭上摆输车一道吧？我既然答应，就不会反悔。不是，那你为什么非要追着还呢？你是不是怕妙莹、舒澈知道你会尴尬？你放心，这件事儿你知我知。我不是怕任何人发现，而是我只要拿着它，我1分钟都得不到安生。作为一个法律生，你的心理素质需要加强。我并没有打算要在这方面加强。这样吧，我给你交个实底，这辆车是公司买单，并不是某个人的钱，而且这点钱对于伟业来说900有1毛，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不管你们在不在乎，反正我在乎。我再给你交个实底儿，因为这辆车买完并没有办过户，只要你不办过户，车就属于公司财产，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我现在就想还。2天，你就当是为了我求你开2天。我1分钟都等不了，请你拿回去。你这姑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啊！行，那你等我一下，我去趟卫生间就回来。哎，你别跑啊！汪若楠，你出来行吗？喂，是前台吗？你这样在里面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言而无信。汪若楠，你能出来吗？你好，打扰一下，请问您是到我们餐厅消费的吗？我过来找我朋友。刚刚我们前台接到投诉电话，说您打扰到我们客人，所以先请您离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这才几天呀，就爱恨纠缠。你怎么在这儿？应该是我问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来这儿。上门拒绝人家，结果反被人家拒绝，对吧？
你看见了？老王就送你这车，那送也不算贵的。和贵贱没关系。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第一次见面就几天前吧。何至于呀？至于什么？老汪这是突破天性的节奏。哎，我从来没见他这么丧心病狂过。什么？哦，我懂了。这才是老王压抑30年的自我，来到山高皇帝远、媳妇儿执法不到的国外，最后终于释放了。我跟你见了不过就3次，你已经安排了我做3回不同人士的小三，包括你自己。那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自带小三气质吗？哎不，恰恰相反，你在我眼里一身浩然正气。我求你了，不要再猜测我了，好不好？对于你对我的猜测，没有1秒钟是靠谱的。要不你跟我分享你的秘密，让我靠谱呗？哎，跟你说个正经的，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亲手交到他手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那这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要想算就算呗。行，我帮你。哎，但你得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为什么送你车？等这事儿过去了，过段时间再告诉你吧。行。记住啊，必须得交到他本人手里，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